妖女，你有种，放小爷一马！哼，登徒子，受死！妖女，你是奈何不了小爷的，识相的话就放小爷离开。面对虾人的喊话，女子并没有理会，反而闭上了双眼。进来！操！妖女，我就算死也要乱你道心！登徒子，你要干什么？呀！做完这一切，虾人再也坚持不住，随后意识逐渐陷入黑暗。我没事。虾人发现自己没事也是一喜，因为他又复活了。但紧接着，虾人的脸色就变得凝重起来，因为这是他的第9世，也是他的最后一条命了。第1世，虾人刚穿到修仙世界，本以为可以依靠系统无敌于世，却不料在一次闲逛时看到一名绝世美女。嘿嘿，嗨，小生虾人，不知这位姑娘可否？哼。第2世，虾人复活后心有不甘，于是等修炼有成后，又去找那江寒溪报仇。妖女，小爷收你来了！哼，又是你这个登徒子！阁下竟是筑基大能，是在下找错人了。第3世，因为想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结果就在偷看时，被他那把战斗中震飞过来的寒剑一剑斩首。第4世，因为系统的一张随机传送符，直接把虾人送到了他的面前。江寒溪见到又是他，对着他心脏就狠狠来了一下。第5世，被江寒溪的狱卒一脚踢死。第6世，被江寒溪一道剑气砍死。第7世，这一世的虾人发现江寒溪竟然要突破大地境，赶忙苟了起来，却不料那江寒溪竟然跑到了他挖的地道上面渡劫。我惹不起，我还躲不起吗？小爷这次就躲在地底不出去了，我就不信这你也能杀死我。第8世，虾人胆战心惊的苟了上千年，最后靠着系统奖励的功法修炼到了大地境。下一秒，虾人就和江寒溪打了起来，可惜棋差一招，被江寒溪一剑刺入心脏。为了报复江寒溪，于是虾人直接顶着寒剑狠狠亲了他一口，随后双眼一黑，结束了第8世的一生。系统，现在是什么时间了？宿主，距离你和那骑兵女帝大战已过了上万年了。什么？以前最多也就1000年左右，为什么这次要这么久？哎，宿主你自己想想，你第8世是什么修为？虾人回忆了一下，他第8世苟活了几千年，这才依靠着系统苟到了大地境。而除了他以外，则还有2位大帝，一位是一个隐世不出的老人，另一位就是骑兵女帝那个大冰川了。系统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每一世都能精准无误的遇见他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宿主，要是我搞的鬼，我直接原地爆炸。而且宿主，你每死亡一次，我的本源就要消耗一次。为了复活你，我本源已经全给你耗光了。另外有一个好消息，就在刚才我扫描了一遍大陆，经检测，这世间大帝只剩下了1位，不是骑兵女帝。苍天有眼，这个疯婆娘终于死了。回想起前8世，虾人真的要哭了。他常常在半夜里面问苍天，这世间为什么会有江寒溪？而现在江寒溪死了，他也终于不用再苟且偷生。系统，给我扫描一下，这里是哪？宿主，本系统刚刚探查大地气息，已经把最后仅剩的1丁点本源耗光了，现在已经一丝不剩了。无奈，虾人左右观察了一下，见周围还算安全，当场就运转起了混沌霸体诀。此功法可以强化肉身，霸道无比。在上一世，虾人也正是靠着这本功法，在短短1000年间就达到了大地境，还在那场大战中重伤了江寒溪。也不知道万年间这天苍大陆发生了什么变化，连骑兵女帝都陨落了。不管什么原因，既然这个女人已经不在了，那本虾这一世岂不是将无敌于世？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恢复自身的修为。系统，有可以提升我修为的方法吗？有的，宿主，有的，我现在就给你发布任务，只要走出这片南林，就可以奖励下品凝灵丹1颗。走出南林，原来这个地方叫南林。见天色快到晚上了，虾人决定先找个洞穴住下来，却不料洞穴没找到，找到了一个村子。虾人看着村子里面忙前忙后的众人，不由皱了皱眉，只因这里大多数人都骨瘦如柴，一副快死的样子。而就在虾人思考时，一位老伯忽然出现在他的身后。
小伙子迷路了吧？是的，老人家，请问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出去吗？这没办法，这得靠你自己。也就还好你进到了我们村，不然到夜晚的时候你估计得死在外面。夜晚的时候很危险吗？那是。怎么个危险法？因为一到夜晚啊，土地里面就会爬出无数的骷髅怪物和中邪物。虾仁行走在这个村庄中，忽然一棵巨大的柳树出现在了虾仁的面前。系统，为何我感到此树体内竟有些许神性？报告宿主，此树的真实身份名叫柳灵。你之所以能感受到些许神性，是因为这棵大树是他的一缕分魂。听着系统的回答，虾仁一脸懵逼，只因在他前8世中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就在这时，一条柳枝缓缓落到了虾仁身前，上面还有一团浓郁的灵气。虾仁也不客气，因为他看得出来这柳树没啥坏心思。多谢，请问你有什么请求吗？虾仁刚说完，一道声音就出现在了虾仁的心中。我希望你能帮忙为村子里面的人寻点食物。可以。也就在这时，村长缓缓来到了虾仁的身边。哎，小伙子，怎么样？柳神都和你说了些什么？他让我提升了点境界，我到时候给你们找点食物，然后我就要离开了。柳神啊，可惜你不能走动，不然我们就可以迁移了。他已经守护了村子好几代人，村子里的人就是死也不会抛他而去。村子原本也有狩猎队，不过因为一场意外，只剩1人身受重伤，逃了回来，现在还在昏迷之中。这也是村子里面的人为什么都是骨瘦如柴的模样。小伙子，跟我来。小伙子，你不用听柳神说的去帮我们找食物，可别把自己性命给搭进去了。明早你便寻路离去吧。看到这一幕，虾仁不禁暗下决心，现在不只是为了柳树，更是为了这群朴素的村民。第二天，虾仁在外奔袭了许久，这才勉强抓到了2只鸡。本打算继续深入，结果面前忽然凝聚起一道传送门，虾仁连忙躲到一棵树后，双眼瞪大的看着前方。等一下，这他喵的是江寒溪！虾仁往上看的时候就傻住了，心中已经发生了大地震。这张脸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，这可是杀了他8次的女人。狗系统，他不是死了吗？宿主，你等一下，他现在没有修为，是你杀他的好时机。没有你。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而刚才的动静也传到了江寒溪的耳中。是谁？他慌忙从空间中取出衣裳穿了起来，身子被看光，这绝对是他万年来的第2个黑历史。而之所以出现在此，是因为他在那场大战后身心重伤加道心损伤严重，眼见就要掉下大地境，无奈只能选择破境重修，却不料遇到了虚空乱流，只能半途寻找安全的地方降生。该死的登徒子，要不是我现在修为尚未恢复，你就死定了。怎么样呢？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跳进去了，打我啊，笨蛋！怎么可能？江寒溪瞳孔放大，甚至连虾仁的脸都没看清，就倒在了地上。你这下栽在我手里了吧？系统，给我出来！为什么他还活着？宿主，只有2种可能。第一种，这不是江寒溪；第二种就是他想重修，估计是你第8世那一战对他的身心伤害太大了。不是江寒溪，怎么可能不是江寒溪？就他身上这生人勿近的气质和这把寒剑，我一辈子都忘不掉。想到这里，虾仁捡起了地上还在颤动的寒剑，对着江寒溪的心脏就刺了下去。果然大地境重修就只是修为不行而已，身上的宝物可还多着呢。既然杀不了你，那我就办了你。你不是身心损伤严重吗？这次小爷让你更加严重一点。傍晚时分，虾仁一手扛着江寒溪，一手拖着一只妖兽回到了村子之中。大伙们，出来吃肉了！今晚在柳树下面开个篝火晚会，肉吃个够。听到动静，村长急匆匆地赶了过来，入眼便看见了那头妖兽和一些小野兽，直接就往地上一跪，村民们顿时也跟着跪了下来。小伙子，谢谢你，我们全村都应该谢谢你。如果没有这些食物，或许我们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。虾仁看到这一幕，赶忙将大伙扶起，
毕竟这也算是完成了和柳树之间的约定。对了，老伯，你们这里有空闲的屋子吗？我办点事情。小美人，你死定了！你敢？哟呵！小娘皮，你看我敢不敢？就算今天我把你黑了，你又能如何？下一秒，虾仁便把脸缓缓凑了过去。呵呵，你怕是不行。我操！小贼，拿命来！江寒溪冰冷的目光扫过众人，下一秒视线忽然停留在虾仁身上。奇怪，为何感觉这个人有点眼熟？感受到江寒溪的视线，虾仁有些心虚的和他对视了一眼。江寒溪见他和村民一样，也打消了心中的疑虑。你们可有见到一个？仙女姐姐，你是在找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吗？你可有看见他？我刚刚看到他从那边跑出去了。江寒溪顺着虾仁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只见那边空无一人，连个人影都看不到。可恶的小贼，你可别让我逮到了！于是江寒溪便找了个位置盘膝坐了起来。虾仁见他再修炼，也不敢过去打扰他，毕竟有一事，他就是这样被砍死的。虾仁也回到了人群中，和村民们一起处理起了妖兽肉。可就在这时，江寒溪缓缓来到了他的身前。你好像很怕我。不，仙女姐姐，我只是没注意到你，被吓到了而已。是吗？对啊，仙女姐姐，我要去烤肉了。虾仁赶紧跑开，实在是江寒溪给他的心理阴影太大了。狗系统，怎么办？我这一世难道又要死了吗？嘿嘿，宿主，这边系统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方案，趁他现在修为不高，一步步攻略他。什么攻略他？怎么攻略？就他那颗大冰块，我估计能直接给我冻死。哎呀，那没办法了，你们就好像天生一对，你都死8次了，你就不能试着一次攻略他？这是你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机会。看到虾仁一脸怀疑的模样，系统有些无语。宿主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她美吗？美。她身子你看过了，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她的小手嫩不嫩？嫩。所以你攻不攻？我要攻。这样就对了，宿主，勇敢的进攻吧，本系统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。经过系统的开导，虾仁总算下定了决心，毕竟都被杀死这么多次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来，小朋友，这些鸟蛋拿去吃吧。谢谢大哥哥。看见那个大姐姐没有？你拿着这几颗鸟蛋去给她。好。大姐姐，这是大哥哥叫我拿给你的鸟蛋，好好吃的。在江寒溪疑惑的目光中，小女孩把鸟蛋放到了她的面前，看着面前的鸟蛋，江寒溪不动声色地咽了咽口水，毕竟她现在修为不高，抵抗不住饥饿。等她吃完，发现虾仁正笑嘻嘻地看着她，她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就心虚了一下，尴尬地瞟了瞟远处。宿主，快，他害羞了，再继续进攻啊！你哪只眼睛看见他害羞了？你个系统是想害死我吧？怎么说我也是有着前8世的经验，这一看就是被看到吃这种食物，尴尬了而已。明天就去猎杀一些妖兽，送他们一些，再让他们帮我烤一下，他们应该会同意。仙女姐姐，给你吃烤肉。我不饿。哎呀，别客气。虾仁一伸手便把他柔嫩的手掌抓了过来。江寒溪也没料到面前的男子会突然抓住他的手掌，不由愣了一下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虾仁已经松开了手，而他的手掌则是握着一串烤肉。系统看见没有？这招就叫欲擒故纵。宿主真厉害，不过这可是你最后一条命了，可别再让他杀了。谢谢。嗨，都自己人。等虾仁离去，江寒溪赶忙低头吃了起来。好好吃，没想到这个比以前吃的那些灵丹妙药好吃多了。到了夜晚，村长又给虾仁找了一处无人居住的房屋。多谢村长。小伙子，别说这些话，我们还得谢谢你呢。对了，那妮子是谁呀？没事，那女子是我捡回来的，我等一下就给她安排好。村长听到这话，怪异的看了看虾仁。难怪他要一间屋子办事，原来是办的这种事，不过好像没办成。等村长走后，虾仁迈步来到了江寒溪的身前。仙女姐姐，天色已经很晚了，去我屋子里面睡吧。江寒溪跟随着虾仁进到了屋内。你好像有点眼熟。
怎么可能？我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出去过这个村子，肯定是你记错了。是吗？虾仁见到这一幕，赶忙岔开话题。毕竟真的被认出来的话，凭虾仁上一世的举动，今晚估计就要变成虾片了。那个屋子里边只有这一张床了，我睡地上就行。这怎么行？你睡床上吧，我睡地上就行了。系统，这一招叫什么？宿主，难道这就是欲擒故纵吗？不，这叫声东击西，让他以为我是想和他一起睡，结果是我要睡地上，这样他就会以为我是一个正人君子。宿主真厉害。不用了。你要是不在床上睡觉，那张床今晚可就浪费了。而且你睡地上有小石头，还会不舒服。我皮糙肉厚的，我不怕小石头，但是你细皮嫩肉的。江寒溪无奈只能答应下来。虾仁听着身后上床的声音，心中一喜。就小爷这一波操作，攻略这个大冰块不是手到擒来。宿主，我刚给你发布了2个新任务，第一个任务是寻找到柳村的狩猎队，限时3天，奖励突破当前境界；第2个任务就是攻略极冰女帝江寒溪，奖励直接突破至无敌境界。系统，你说什么无敌境界？那我要是把它直接上了，算攻略成功吗？宿主，不算的哦，需要你攻略到他对你死心塌地，愿意把他自己白给你的那种地步。真难，难怪奖励会是无敌境界，看来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啊。江寒溪躺在床上沉沉地睡了过去，只因破镜重修耗损了他大部分的神识，再加上强行破开束缚，神识早已疲惫不堪。你在做什么？我打算出去透透气。好吧。还好，他没发现我抱过他。系统，他这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会睡得这么死？宿主，你可让我省点心吧。这次多亏是因为他刚刚降收，神识受损严重，要不然就你今天这个举动，明天我估计就能吃上宿主你的席了。随后两人收拾了一番，各怀心思地走了出去。虾仁看着往村外远去的江寒溪，倒是不担心他跑了，毕竟他虾仁淬体9层都不一定能出这个南陵，更何况如今他修为远不如自己。小伙子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一下村长，你知道你们村子里面那狩猎队的消息吗？小伙子啊，如今就连那具灵境的队长都回不来，你还是别去了。我们村子已经欠你一个大恩情了，怎么还能让你如此去冒险？你放心吧，你忘记我捡回来的那位女子了吗？我叫她和我一起去。村长见虾仁态度坚定，也不好再说些什么。进来说吧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回不来，不过他们现在估计已经死了。不，他们还没死。怎么可能？他们都至少3天没回来过了。3天时间在南林中是一种无形的规则，超过3天基本都回不来了。他们绝对没死，你告诉我你知道的消息就行了。3天内我可以试着把他们找回来。好吧，不过我知道的消息也就一句话，他们往东边走了。然后剩下的我也不知道了。就这些，没有其他的消息了吗？不过村子里面有一位逃回来的狩猎队员，只是他到现在都还没醒。村长，可否带我去看看？小伙子，跟我来吧。村长，您来了。李妹啊，张四的身子好些了吗？还是那样，一直不醒。村长，你们没有带着他去找那棵柳树吗？找过了，早就找过了。柳神用枝条在他额头抚摸了一阵，稳定了他的状态，但是还是醒不过来。这就奇怪了。系统，给我探查一下这个男人的状态。宿主，此人是被恶鬼缠身了。之所以柳树解决不了，是因为强行解决的话，只会将这个男人一起杀死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过柳树解决不了，可不代表本虾解决不了你。快，给他治疗！虾仁说完这句话后，再也坚持不住，双眼一黑倒了下去。我这是……行了，你也是挺傻的，竟然会为了救别人而差点搭上自己的性命。习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我的亲人。亲人吗？
呵呵，可惜我没体会过这种感觉，估计也永远不会体会到。那你愿意成为我的亲人吗？好了，你现在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多谢。虾仁正准备起身，突然就看见了桌上的一碗肉汤。那个，我饿了。你恩个屁啊！你恩！你把桌上那碗肉汤拿过来啊！给，吃吧。虾仁无奈只能颤颤巍巍地伸向江寒溪手中的碗。我去找人过来喂你。等一下，现在天色这么晚了，村子里的人肯定都已经睡了。还有，你不是人吗？罢了，我不吃了便是。好，今晚你好好在床上睡吧，我睡地上便行。江寒溪见他不吃也不强求，反而把碗又放回了桌子上。看到这一幕，虾仁也是真的无语了。江寒溪见他没动静，也自顾自地盘坐在地上睡了起来。两人就这样一直睡到了半夜。江寒溪无奈端起那碗肉汤走了过来，舀起一勺就喂到了虾仁口中。等吃完，江寒溪又回到刚才睡觉的位置，重新坐了下来。我知道有一队人被困在哪，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狩猎队。哼，真的吗？此事明天再说。感受到江寒溪语气的不善，虾仁也不敢再出声。要不是你身上这些法宝和那把寒剑，小爷早就办了你了。第二天，虾仁先去张四家中打探了一波巡逻队的消息，等回去发现江寒溪的身影早已不见。询问了一番柳树，才知道他去了村子东边的位置。等虾仁赶到那边，发现江寒溪正跟一头妖兽对峙着。哇，仙女姐姐好厉害！你怎么会跑到这来？我来寻找我们村子的狩猎队，我已经从张四得知，只需要找到他做的记号就行了。我操！你在怕我？那个，我有点怕你那把剑，他好像要砍我一样。江寒溪看着手中震颤的寒剑，也是有些发懵。毕竟现在寒剑的剑灵神识被封存大半，连简单的话语都传不给他。寒剑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这男子有什么地方不经意间得罪了寒剑？见寒剑还是疯狂震颤，江寒溪干脆收了起来。毕竟面前男子的心性，他还算是认可的。仙女姐姐，你可以和我去找一下狩猎队吗？不去。拜托了，仙女姐姐，你就帮我一次，拜托拜托。忽然虾仁好像想到了什么。仙女姐姐，想必你还不会做饭吧？难道你要生吃这妖兽的肉吗？这可不行，生吃会特别腥的。而且你想想看，你既然本来就是出来猎杀妖兽的，而被困的狩猎队那边有可能就是一只大妖兽，到时候你杀了他，我再做饭给你吃，救狩猎队只是顺手的事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哼，你以为你拿烤肉诱惑我，我就会帮的就是你。江寒溪终究还是动摇了，毕竟以他现在的境界还是要吃饭的，而且香喷喷的烤肉可比那些丹药好吃多了。看来连记号都不用找了，毕竟昨天晚上他就说过有一队人被困在一个地方，到时候就算那队人不是狩猎队也没事，反正现在有江寒溪这个大腿，不报白不报。仙女姐姐，救命啊！哎呦，我的屁股啊！等两人回过神来，面前赫然出现密密麻麻的通道，村子里面的狩猎队回不去，很明显就是被困住了。江寒溪见此，抽出寒剑就走了过去。虾仁见状连忙跟上，寒剑见到虾仁跟过来，又开始震颤起来。虽说被他压制了下去，但寒剑这反常的反应，还是让江寒溪打量了一番虾仁。可就在这时，无数石头向他们袭来，最过分的是，中间还加了一坨大便。我操！仙女姐姐，你等我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这不是拿来吃的，我这是……我知道你这不是拿来吃的，况且我也没说你要拿来吃。哎呀，反正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见解释不清，虾仁也不再多说，两人又走了许久。就在这时，前方拐角突然窜出一个鼠头，正准备向他们丢石头，却不料虾仁动作更快，手中的包裹直接就扔了出去。仙女姐姐，救命啊！他冲过来了！虾仁刚说完，一道剑气就斩了出去，毕竟他可不想被这些东西近身。仙女姐姐好厉害，这只臭老鼠你还要吗？
不要。那仙女姐姐，你可以先帮我保存着这只老鼠吗？自己扛着。哼，这小子竟然还想把沾有大便的死老鼠放进自己的神海空间里面。许久之后，两人终于在一个通道里面见到了那对人。表明身份后，众人便顺着来时的路回到了洞穴入口那里。仙女姐姐，你先上去吧，我背着钻洞鼠有些不方便。好。我也先行一步了，你们等一会再上来。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虾人就消失在了他们视线中。宿主，你这是打算干啥？看我操作好吧，想俘获小美人的心就得来点狠的。小心！你找死！这时听从了虾人话语的几人刚从洞穴里面出来，就看到这惨烈的一幕。你们把他背上，我还要去办一些事。哎呦，老三老四，你们怎么了？哼，你们当我是傻子吗？不想背就直说，枉费他还千里迢迢来救你们。几人面面相觑，等回过神来，江寒溪早已背起虾人离开了这里。那个，别想了，太阳要下山了，我们快回村，把那少年丢在那的钻洞鼠背上。系统，我这一波演得怎么样？嘿嘿，宿主这次你可太牛了，差点我都要被你给骗了。这老处女没和男人相处过，哪里知道男人的花花手段，你就看好我怎么攻略他吧。行了，能下来自己走吗？仙女姐姐，你把我放下来，我也走不了路啊。江寒溪眉头微皱，毕竟除了万年前的那个淫贼大帝，还是第一次有人正大光明的占他便宜。但一想到是为了自己才受的伤，还是强压下了内心的不适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虾人也是昏迷了过去。仙女姐姐，不要啊！仙女姐姐，你这也太狠了！江寒溪没有说话，只是自顾自地走到一旁坐了下来。仙女姐姐，你睡了吗？合适。那个，我有点冷。自己扛着。可恶的大冰块，不就是回来路上摸了2下，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看到江寒溪毫无反应，无奈虾人只能就这样趴着睡了过去。几天时间匆匆而过，虾人的伤也恢复了过来。村长，既然这里的事情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，我也要离开了。小伙子，这么多天来，可以说我们村子是被你救活的，我替全村人谢谢你。村长不用谢，有机会给我立个雕像或者立座庙就行，多保佑我一路顺风。一定，等我们村子稳定下来，就把这事办了。虾人和村长又聊了几句，随后便回到了屋中。时间一晃来到晚上，见江寒溪一直没有回来，虾人心中不免有些担心。结果刚出门就碰到了巡逻队队长杜刚。杜兄，这本功法你拿好。这太贵重了，虾人兄弟还是收回去吧。叫你拿着就拿着，给村里人多练练，想必你也想让村子里面的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吧。那就多谢虾人兄弟了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浑身伤痕的江寒溪从青色结界口子走了进来。虽说结界立马就关上了，但他的身后还是跟进来了一个手拿长刀的骷髅怪物。就在这时，骷髅怪物举起手中长刀就劈向了江寒溪。江寒溪举起暗淡不已的寒剑一挡，整个人都被劈飞了出去。看到这一幕，虾人赶忙过去将他扶起。江寒溪看到是虾人，再也坚持不住，直接昏迷了过去。宿主，新任务来了，杀死闯入村子的骷髅怪物，直接奖励100本元点哦。听到系统的声音，虾人先把江寒溪安置在一旁，紧接着便拿起了他掉落在地上的寒剑。你别伤我，我帮你主人报仇。对了，差点忘了，疗伤肯定是要脱衣服的，毕竟电视剧里面都是这么演的。寒剑在墙边疯狂震颤起来，毕竟他早就提醒过，但是主人还一直护着他。
你急什么啊你？我这是在给你家主人疗伤，懂不懂啊你？而且不及时治疗的话，伤口会感染的，我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。做完一切后，虾仁又把江寒溪的衣服穿上，在衣服的那些伤口处涂抹上草药，不然被江寒溪发现那就完了。随后虾仁看着江寒溪那绝美的脸颊，不禁有些发呆。我都被你杀了8次，这次还救了你，我收点利息不过分吧？想到这里，虾仁便把脸缓缓凑了上去，一旁的寒剑都要把墙壁给震穿了，恨不得飞起来一剑宰了他。次日清晨，江寒溪刚坐起身，就看到伤口处全有草药敷着，于是连忙检查起了身子。还好，这些草药应该是从衣服外面敷上去的。这时挂在一旁的寒剑震颤了起来，江寒溪走过去看了看，不知他要传达什么消息，最后把他收回了神海空间中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注意到桌上有一张纸。漂亮的仙女姐姐，我要离开村子远游去了，不要想念我哟。原来那傻小子叫虾仁，这傻小子出了村子，到外面也不知会不会被吃干抹净。不过我也得走了，没想到夜间的这里竟如此恐怖，还是尽快离开这个地方为好。而此时的虾仁在赶路期间，他也发现了好几个村子，有破败的，也有完好的，不过虾仁都没进去，他只想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虾仁终于在天黑之前离开了这片森林。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片森林竟然是在悬崖之下，怪不得在前8世中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。而另一边，江寒溪也是在天黑之前御剑飞了上来。看来这下面有可能是一片诅咒之地，怪不得一到晚上会有如此多的怪物出现。当务之急还是尽快回到北境冰宫，提早恢复自己的修为。系统100本源点能开启多大的储物空间？回宿主，100本源值只能开启1立方米的储物空间哦。1立方米哪够啊？连我这把长刀都塞不进去，这也太小了。罢了，抽奖功能应该能用了吧？可以的，宿主，只要有本源点，随时都可以抽奖。不是，系统你啥意思啊？操作完的这么溜是吧？你这是打算让我先吃完这些春药，然后再自宫吗？嘿嘿，抽奖功能绝对公平公正，这个主要是看人品。系统，你觉得我相信吗？那傻小子估计已经死在黑夜之中了吧？可惜这么一位有情有义的人了。是那个傻小子，他竟然没死。看到虾仁没事，江寒溪心中升起了一丝雀跃，连他自己都没发现。罢了，缘分至此，祝你在修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吧。感受到天上的灵力波动，虾仁抬头一看，发现正是江寒溪。仙女姐姐，别跑啊，让我上车啊！我去，还他喵的加速了！小娘皮，你给我等着，下次再让我碰见，我就换个面容和身形，把那粒软骨丹喂给你吃，吓死你！看着远去的江寒溪，虾仁只好继续赶路，毕竟他这把刀的品级太低了，飞起来的速度还没他跑步来得快。虾仁往周围一扫，发现他早已被狼群给包围了，而且最让虾仁感到震惊的是，这群狼的首领竟然是一只二哈，那智慧的眼神，虾仁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滚开！感受到虾仁身上散发的气息，刚才还凶狠的狼群瞬间跑得一干二净，只留下原地瑟瑟发抖的二哈。想吃不？虾仁这时看了看二哈的后背，忽然想到了一个好法子。驾！一人一狗在这片荒野中飞速前进，速度相比之前快了1倍不止。可就在这时，前方忽然出现了一个妖兽。哈弟，给我冲！哈弟干得不错，等一下我给你加餐。深夜的森林中，一人一狗就搁那烤起了妖兽肉。吃饱喝足后，虾仁一脸和善地摸了摸二哈的头。哈弟，我睡了，替我守一下夜。你要是敢跑，我就把你小蛋蛋给嘎了。二哈一听，瞬间捂住下面，一脸惊恐地看着虾仁。几天后，一人一狗终于是来到了城池外面。哈弟啊，这几天是虾兄对不起你，你回去吧。虾仁刚说完，二哈直接嗖的一下就消失在了原地。我操！你好歹意思一下回个头吧。来者何人？停下脚步。我是一介散修，准备入住此城几天，这可行？当然可行，大人我只是劝告你一声，
最近城主的儿子被废了，此城现在只能进不能出啊。哦，我记得大冰块就是往这个方向飞去了，不会废了城主儿子的人就是他吧？想到这里，虾仁也不再多说，起身便走了进去。进城后，虾仁先是找到了一家店铺。老板，好东西收不收？哦，是何好东西啊？虾仁一看有戏，立马便把东西放到了柜子上。这个怎么样？还有一本功法，你要不要？要的话，我也可以卖。老板，你应该也知道这些东西有多贵重，特别是这本功法了，绝对的牛！练成之后，劫灵境以下无人能敌。50下品灵石可卖。卖！老板见虾仁同意，伸手便去拿整个包裹。等一下，这是一本功法的钱，可不是整个包裹的钱。小友，你这是在跟我玩闹呢？一本功法，你觉得50灵石卖给你，你会亏吗？你竟然还想要整个包裹的东西？那小友，这些我不收了，我收这功法就行。行，不收算了。虾仁也不生气，将灵石放进包裹中，转身就离开了这里。嘿嘿，那傻子还真卖了，让我看看这本功法到底有多强。欲练此功，必先自宫。什么？我的50块下品灵石啊！虾仁离开店铺后，便在街头闲晃，结果前方忽然出现一声巨响。虾仁见状，连忙跳上屋顶，找了一处好位置坐了下来。而在不远处，2道光束冲天起，其中一人正是江寒溪，而另一人则是这座城的城主。哼，想死我就成全你！停，我放行，你离开吧。江寒溪感受了一下体内所剩不多的灵力，最多只能支撑他冲到城外，却不料就在这时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我靠，大冰块，你别往我这边跑啊！下一秒，虾仁刚跳下屋顶，江寒溪就直直地落到了他面前。带我走！仙女姐姐，我这怎么带你走啊？不用管他，他赶过来，我自有办法应对。好吧。我抱的就是你，看你现在能拿我咋样？那个用背？不行啊，我背上有刀，而且用背的话会影响我速度，你不要动。不会的，我说会就是会。虾仁不顾江寒溪的挣扎，用公主抱的姿势抱着他一路飞奔。等2人快出城的时候，半空中的城主终是忍耐不住，一道掌印就向着他们压了过来。仙女姐姐，快！你不是说你能应对吗？我用完之后带着我走，不许对我做其他事。仙女姐姐，我可是正人君子，你就放心好了。见状，江寒溪也不再多说，迅速掐诀飞向空中。灭圣印，死！做完这一切，江寒溪直接从空中掉了下来，虾仁一把将他抱起，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离去。系统，你这是专门抽给江寒溪穿的吧？嘿嘿，宿主，你就说喜欢不喜欢？喜欢，我可太喜欢了。随即，虾仁缓缓把魔手伸向江寒溪的那双玉足。行了，这里没有水，吃这个凑合一下吧。这是何物？好吃的，你怕啥？你怕我给你下药啊？说着，他晃了晃手中的冰激凌，不料江寒溪一动不动，就这样看着虾仁。你真不吃啊？这里可没水。等一下，你不会是动不了吧？看来你是强行使用那件法宝的，我还以为你可以完全控制呢。以前可以，那就是现在不可以了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我打扰到你的行程了。嗨，没事的，先来吃一个吧，这个可是好东西。不吃。真的不吃？真的不吃。对了，我忘了，你动不了，张嘴啊！不吃。别害羞了，你就说咱俩是不是亲人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，你说对不对？我真不想吃。这可由不得你，女人说不要就是要，而且你那模样，再不补点有水分的东西，估计得渴死在这。见状，虾仁直接把冰激凌兑了上去，江寒溪的薄唇瞬间沾染上了冰激凌。真绝，冰激凌要化了。算了，你不吃，那我可吃了。江寒溪看着他，冰冷的眼中带着些许气愤，
却不知道耳根红的都快冒烟了。现在没修为的你，在我眼里不就是一个邻家小妹妹吗？还喜欢装有牙齿，好像会咬人的小猫。可恶的登徒子，他要吃的东西竟然还先碰上自己的嘴。不过这究竟是何物？甜甜的凉凉的，好像有点好吃。你耳根红了耶？没有。嘿嘿，骗你的。那冰激凌好吃吧？哼！你要是再不吃，我可就用嘴来喂你了。看着虾仁的脸不断靠近，江寒溪终究还是妥协了。毕竟现在他的灵力尽失，想反抗也反抗不了。仙女姐姐，你还要多久才能恢复啊？现在又喊我仙女姐姐了？嘿嘿，昨天我不是为了让你补充点水分吗？我这都是为了仙女姐姐你呀。短则7个日夜，长则30个日夜。那仙女姐姐，你快恢复的时候可要告诉我哦，让我好有个心理准备。听到了江寒溪的答复，虾仁总算是安下心来。毕竟等他恢复过来，看见自己的双腿，不得直接劈了他。仙女姐姐，看来我们今天又得在荒郊野外过夜了。你能不能把你那把寒剑取出来防身？不行，我强行使用那玉玺，现在连神海空间都打不开。那好吧，稍后我去抓点鱼，如果有情况就大声喊我。没想到这傻小子警惕心还挺强的。不一会，虾仁便带着一条大鱼赶了回来，却发现江寒溪正以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他。那个仙女姐姐，你看我干啥？哈哈，我说这是我捡到的，你信吗？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在他心中的好感度肯定大减，当时就应该把这堆坑货玩意丢掉，带身上还个身子。那个仙女姐姐，来吃烤鱼吧。不吃。仙女姐姐，我那些东西又不给你用。你为何要把这些春药带在身上？想毒害谁吗？我面前现在就有个仙女，我还用去毒害别？你吃便是，我不饿。你真不吃？你真的不饿吗？别靠近我！仙女姐姐，你看你现在这模样，我还需要下春药吗？我直接上的话，那岂不是更加的刺激？好像真的是自己错怪他了。毕竟以自己现在的状态，他就算真的做些什么，自己也没办法反抗。好吧，那既然你不相信我，我也不能强求你。等你伤养好了，我便走了。我吃。仙女姐姐，你肯相信我了？宿主，新任务来了，把江寒溪喊起来重睡，奖励50本原点。系统，你是来找茬的是吧？而虾仁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江寒溪和寒剑正艰难地抵御着神海空间里面的玉玺。毕竟现在修为太低，强行使用自然遭到了反噬。喂，仙女姐姐醒醒！哎呦，睡得还挺死，看来得刺激刺激他啊！可恶，这个傻小子，你在干什么？见状，江寒溪再也忍耐不住，心念一动，一道闭着眼睛的死尸瞬间就从石海深处飞了出来，一掌就将这玉玺拍得消停了下来。就连江寒溪的神识小人也因为控制那死尸变得暗淡了许多。醒了，我还以为你昏迷了。你，仙女姐姐，我怎么了？没事。恭喜宿主，任务完成，奖励50本原点。你在干什么？仙女姐姐，我们都好久没洗过澡了，我感觉身上好脏啊。你自己洗便是，我身上不脏。好吧，那我给你擦拭一下手臂和脸，不碰你身子。不需要。你现在都没法动弹，我要干什么可不是你能决定的。想到这里，虾仁伸手便摸向他的脸。仙女姐姐，你能动了。我说了，我不需要。好的，仙女姐姐，既然你恢复了，那我便走了，拜拜。你跑什么？看着虾仁逃跑的身影，江寒溪无奈只能先稳定自身的气息。奇怪，为何感觉双腿如此不舒服？感受到腿上的异样，江寒溪把裙子一掀，发现2条黑色的丝袜正套在她的腿上。虾仁，让我抓到你，你就死定了。现在他应该已经把黑丝丢了吧？可惜那2条黑丝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发臭。宿主请放心，系统出品皆是精品，黑丝只会更香，不会更臭。你就是穿100万年，只要不坏就不会穿臭。
哎，你这破系统怎么现在才说？我要是早点知道的话，那时候就给他拖下来带走了。这声音难道是哈蒂？虾仁转头看去，只见哈蒂在疯狂往他这边跑，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一群人。哈蒂啊，才几10天没见，你咋混成这个样子了啊？放开那只狼王，这是我们少宗主看中的。你管这叫狼王？还有，这是我家宠物，你家少宗主看中了就是你家的了。这方圆百里哪个不是我们宗的东西？你最好还是乖乖交出来，不然我们……废话真多。切，最高只有距灵境1层的垃圾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嘚瑟的。哈蒂啊，你说说你给我招了这么大的一个麻烦，你是不是得意思意思？听到虾仁的话，瑟瑟发抖的二哈直接从口中吐了一个小玉瓶出来。系统，这里面是什么？宿主，经检测，这是下品炼骨丹。下品炼骨丹啊，哈蒂干得不错。清玄宗的人怎么死在了这里？此人下手如此狠辣，万万不可得罪。最近几天，大家都要谨慎一些。大胆！紫灵门杀我宗门弟子，该当何罪？那必须是灭门之罪啊！我这就回去速速禀报宗主。等一下，紫灵门还有救，只需要把他们的门主嫁与我便可，这样咱们就是亲家了，不至于闹得个你死我活。呸！我们走。哈哈哈！过几日叫你们门主洗好身子等着。几天过去，一人一狗终于是来到了一座小镇外。见二哈不肯进去，虾仁只好放他离开。进城后，虾仁本想拿灵石换些银两，却不料找了好几个店铺和摊位，一直说他这是破石头。无奈虾仁只好在街上闲逛。可就在这时，他忽然看到了一个少年。少年，我观你骨骼惊奇，定是一位万中无一的修炼奇才，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。真的吗？师父请受我一拜。你有点莫名其妙了，你不适合修仙，我先走了。师父不要丢下我啊！我不是你师父，你滚呐！行吧行吧，我收了。爱徒快快起身。少年心中一喜，刚一放手，却不料虾仁嗖的一声就消失在了他面前。师父你不要跑啊！你怎么骗徒儿啊？呼，吓死我了！咋冒出来一个神经病啊？我操！怎么又他喵碰到江寒溪了？只见不远处，一位戴着面纱的女子在街上行走着。虾仁本以为这次在劫难逃，好在江寒溪被摊位上的拨浪鼓吸引了注意，并没有看到另一边的虾仁。见状，虾仁转身就跑，等跑开一段距离，刚一回头就看见他摇头放下拨浪鼓的一幕。哟呵，还落不下面子，连个拨浪鼓都不敢买，你现在又不是女帝。老板，这一颗灵石能让我住多久？客官，如果你真要用这灵石，那这家客栈便是你的了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不必，你把客栈的80%的收入拿给我就行，剩下20%算是你的管理费。多谢大掌柜，这是全客栈最顶级的天字号空客房钥匙，大掌柜你拿着，想住哪间就住哪间。系统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把我的本源点吞了？我1000本源点就抽了这么一张卡片，还有一个拨浪鼓。宿主你就放心吧，这张卡片可是很强的，使用后会随机抽取一件兵器过来，强制认你为主。兵器有可能是地器，也有可能是凡器。系统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竟然还能抽取到地器？当然是真的，宿主。不过抽取过来的兵器只能使用3小时，等卡牌时效过后，兵器会自动回到原主人那里。那也可以了，毕竟运气好的话，完全有可能救自己一条命。系统，那这个拨浪鼓有啥用啊？宿主，此物名为呼唤拨浪鼓，只要滴入鲜血，持有人摇动拨浪鼓发出声音。系统，然后呢？拨浪鼓认主之人心中便会有所感应。啊，合着是呼唤的我啊，这血滴快了。掌柜，给我开一间天字号的房间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紫珊，不要再挣扎了，乖乖洗干净身子，等着，我会好好疼爱你的。江图，你这个人渣败类，我就是死也不会和你成婚的。何况我前几日不是已经和你说了那女子的下落了吗？那日我可是亲眼看见，就是你们紫灵门的人杀的。还有你那位置不准确，所以让你先爽爽。
过后我再去寻她。呸，滚开！哼哼，真是一个蛇蝎之妇，如此残害我宗门弟子，你不嫁于我，让我死去的宗门弟子如何安息啊？怪不得这些天都没有宗门进行搜查，看样子是有人成了自己的背锅侠啊！我操！大冰块，你咋又冒出来了？是你，少宗主小心！我去，这女人她喵的也太可怕了！片刻过后，地上不管是紫衣服饰的女子，还是青衣服饰的男子，全都被杀得干干净净。等江寒溪飞远，虾人赶忙从屋顶跳了下去。哎，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得罪江寒溪的。就我。大冰块，你这也太不谨慎了，杀几个人竟然还有活口！你们是怎么得罪那女子的？我们只是报出了她的下落而已。不，你闭上眼睛，我先输送灵力保住你的性命。不好意思了，谁叫我会老是遇到她呢？要是你后面背靠什么圣地的话，我也不好受。少宗主死了，尸体被摸了，看来是有第三个势力或者强者介入了。背上宗门之人的尸体，走。别动！哈哈，仙女姐姐，可以把你的剑先放下吗？你上次为何要跑？仙女姐姐，你误会了啊！我是为了庆祝你恢复，准备离屋去了。没想到我再返回去的时候，你早已经不在原地了。是吗？那你的礼物呢？在这，你看。你的礼物就是给我一个小孩子玩的小玩意。仙女姐姐，我猜你小时候肯定没有玩过这个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拨浪鼓可以呼唤我，只要你摇动这个拨浪鼓，我绝对随叫随到。哼，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？什么事啊？见虾人逃走，江寒溪却并没有去追他，反而举起了手中的拨浪鼓，迈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。另一边，虾人刚躲起来，就听到心中传来几道咚咚声。切，还说什么小孩子玩的玩意，自己还不是被迷的不要的。不好，刚才跑得太快，那些银两都没来得及拿走。无奈虾人乔装了一番后，又回到了客栈。系统检测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宿主，经检测，此物乃是造化玉蝶残片之一，并且宿主集齐造化玉蝶的9块残片，系统还会奖励宿主造化鼎。没想到这竟然是造化玉蝶的残片，难怪它能在大冰块的手下存活，原来是被这玉蝶护住了。就是不知系统说的造化鼎是何物，不过听那名字应该与那造化玉蝶是同根同源的，想必也不会差到哪里。次日，江寒溪刚一出门，就看到一个戴着面具的男子从他身旁走过。不知为何，他忽然感觉此人有些熟悉，不过他也没多想，毕竟当务之急还是尽快回到自己的地盘。等确定江寒溪走远后，虾人才把脸上的面具拿了下来，跟老板交代好一切，虾人便动身离开了客栈。却不料他刚出门，就再次看到了那个少年。师父，徒儿无父无母，只求你收我为徒吧，师父。宿主，新任务来了，收拥有太阳剑体的消耗为徒，奖励1道剑意。咦，竟然给任务了！嘿嘿，徒儿快请起，你这徒弟为师收了。师父，不要啊，你又想骗俺。我数3声，你要是再不起来，那我便不收了。师父，别，我这就起来。随着少年的站起，虾人的脑海中忽然多出来了许多与剑有关的记忆，就连自身的气息都发生了一些变化。而在远处的江寒溪好似也感应到了一般，面露凝重地看着那个方向。徒儿跟上为师，师傅带你打野去。师父，你想把我踢出师门，也不用让我去送死吧。好徒儿，你不都淬体5层了吗？你要记住，你是天才，天才就是要越阶而战的。不是，师父，你让我一个淬体5层的去越阶战一个巨灵境3层的妖兽。废话真多，走你！师父，你坑害徒儿啊！臭狗熊，我师父可是就在身后，你现在离开，我还可以放你一马。别傻了，这是你的试炼，除非你快被他打死了，不然我是不会出手的。那个熊哥，刚才是小弟冒犯了，我这就离开。哼，臭狗熊，莫不是以为我怕了你？我劈！我操！你不讲武德啊！
徒儿啊，你这天才也太拉了，都不能越阶战斗，看来你还得多多锻炼一下战斗经验啊。师傅，你以前也是这样单挑妖兽吗？狗熊我倒是没单挑过，但是比这强上不知道多少倍的母老虎，我单挑过8次，4次都是生死之战。真的吗？师傅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？那最后谁赢了？这个嘛，当然是师傅赢了。不说这个了，现在锻炼你的体能，把这只妖兽扛上。随即两人又走了许久，终于在天黑前找到了一处山洞。徒儿，你按照我给你的圣级功法先修炼吧，可惜师傅也没个地级功法让你学学。师傅，我能修炼已经很知足了。等你修炼到准地境界，就要自己自创出功法，不然你就是个废柴。我的徒弟不能有废柴，知道吗？是，我一定不负师傅所望。对了，虽说这只是圣级功法，但切记千万不能告诉其他人，也不要说是我给你的。师傅，这是为什么？这功法太高级，恐怕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。你自己被追杀没关系，可不要害得我跟着你一起被追杀。是，师傅，徒儿明白了。几天后，虾仁和他的便宜徒弟刚一进城，就发现这座城池有些诡异，只因这不但是座空城，甚至就连他们身后的城门都消失不见。徒儿啊，看来这下咱们有麻烦了。师傅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虾仁看了一眼四周，刚想去寻找城门，就听到心中响起了一阵鼓声。江寒溪，你这时候捣什么乱？师傅，江寒溪是谁？这你不用管。咦，有办法了，徒儿，跟紧我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江寒溪正站在飞剑上，把玩着虾仁送的拨浪鼓。仙女姐姐，我猜你小时候肯定没有玩过这个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拨浪鼓可以呼唤我，只要你摇动这个拨浪鼓，我绝对随叫随到。那你愿意成为我的亲人吗？江寒溪啊，江寒溪，你心乱了，绝对不能因为一个傻小子乱了心性，这对以后的修行可不利。总算是出来了，还好可以通过鼓声确定方向，这次还真是多亏了江寒溪。师傅，这个江寒溪到底是谁啊？自己慢慢猜去，赶紧走了。杀我孩儿，今日我就让尔等偿命。就凭你们几个还不够资格？猖狂小儿，受死！死的该是你们才对。徒儿，你要记好，以后惹到仇家，特别是遇到那种天才，不只要打爆他的脑袋，还要捣碎他的心脏，然后再挫骨扬灰，最后把他的骨灰融到水中，分成几百份，一点一点倒入土里，知道没有？是，徒儿明白了。几天过去，两人终于是来到了一座皇城外。虾仁本想直接进城，可就在这时，他忽然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。师傅，那女子身影好好看啊！一边去，我和她有点瓜葛，我们赶紧走。那感情好啊，这么漂亮的女子，师傅，你赶紧找机会娶回家啊！娶回家，我也想啊。那师傅，你赶紧上啊！这么漂亮的师娘，要是再过个几年，就有可能不是你的了。哦，你们聊得很开心吗？哈哈，仙女姐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师娘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仙女姐姐，你不要理他啊，他就一大傻子，脑子被驴踢过。师傅，你怎么可以在师娘面前这样说我？再叫师娘，我便废了你。你已经跑了2次了，这次你还想继续跑吗？好家伙，师傅，你竟然是一个负心汉！仙女姐姐，你不要听他胡言，他脑子被驴踢过，有点不正常。哼，跟我来。现在可以说说那足衣是如何出现在我腿上了吧？这个仙女姐姐，其实我是看你身上的气息，每天都是冷冷的，觉得定然是因为你的体质偏寒，所以我才制作出那双足衣给你保暖。哼，我体质寒冷，我自己有衣裳，而且为何你偏偏只给我做了双足衣呢？这关系可大了，十指连心，你听过吧？
所以说脚趾也是指，我这不是怕你冷吗？所以才特意为你制作了一双足衣，这样心就暖暖的，你说对不对？那你不如多做2件衣裳，为何就只做一双足衣呢？莫不是你有什么龌龊的想法？那个仙女姐姐，那岂不是说那时候我要扒光你全身的衣裳？流氓！仙女姐姐，如果你不喜欢，大可以还给我，我送给别人便是。我丢了。丢了便丢了吧，但是如果让仙女姐姐讲到了一些不好的事，要杀要剐，随仙女姐姐来。虾仁话落，一把寒剑直冲他的心脏就刺了过去。我靠，我就说你还真来啊！玉蝶你好歹也是地气残片，可千万要顶住啊！你为何不躲？因为不怕。为何不怕？不怕就是不怕。我虾仁一生光明磊落，怎么可能会是为了碰你的双腿才给你穿的足衣？我保证我绝对没有这种龌龊的心思。若仙女姐姐真要杀我，那刺下来便是。哼，傻子，下不为例。徒儿啊，以后说话不要那么口无遮拦，不然连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。下次说话再不过脑子，师傅就把你的屁股打烂，让你在床上躺个10天半个月的。师傅，徒儿不敢了，下次绝对不敢了。不过嘛，师傅的确很喜欢你喊他师娘这个称呼，但是你不要当着他的面喊，不然师傅也保不住你。是，徒儿知错了。咦，师傅，那不是师娘吗？看到江寒溪，虾仁本想过去打个招呼，却不料就在这时，一位青年男子走了上去。这位姑娘，方才一见方言，小生心中不由生出倾慕之心，可否邀请姑娘去前边酒楼聊聊天？宿主，新任务来了，打非骚扰之人，待江寒溪离开，奖励100本元点。哟呵，你小子敢泡我的人，徒儿上给他一电炮。你是何人？竟在城中如此放肆！不好意思了，我也是听从师傅的命令。大胆当街打人，你就不怕被抓入天牢吗？切，谁叫你来打扰我家师娘的？你有何证据证明她是你师娘？再说了，你可知我是谁？家父。仙女姐姐，真巧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竟敢在皇城里面随意打人，这是不把女帝大人放在眼里吗？仙女姐姐，此地人多眼杂，不妨我们先离开这里。眼见江寒溪无动于衷，无奈虾仁只好转身离去。不料两人刚走没几步，他身后那道倩影却是慢慢跟了上来。嘿嘿，恭喜宿主，任务完成，希望宿主多多增进和江寒溪的感情，早日突破无敌之境。统统我呀，再也不想受苦了。系统，我也想啊，主要你连好感度都不给，我怎么看？好感度只是一个虚无的东西，请宿主不要想着以好感度这种系统化的数值来衡量感情。哟呵，系统你懂的还蛮多的嘛。嘻嘻，那当然，为了宿主的终身大计，我可是花费了不少本源点呢。我靠，系统，我的本源点果然是被你给吞了。师傅，我突然心有所悟，便先行离开了。这便宜徒弟虽然脑子好像缺根筋，不过眼力劲倒是挺强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便去吧。你这是何时收的徒弟？好像是30日前吧。不过他脑子真的被驴踢过，他的话你当玩笑听听就行了，千万别当真啊。哼，有其师必有其徒。仙女姐姐，什么意思呀？以后不许让他再叫我师娘，不然我便废了他。哟呵，就喜欢吓人！你要真想废了他，刚才就废了，还等到现在来告诉我？仙女姐姐，男的叫师傅，女的叫师娘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师娘是师傅妻子的意思，你连这最简单的常识都不知道吗？啊？罢了，不知者无罪。那我徒儿也要叫你仙女姐姐吗？不行。仙女姐姐，你不会只让我叫吧？仙女姐姐，你不许再叫了。好吧。哼，笨蛋！哎，等等我啊！走在前方的江寒溪发现他还真不叫了，不知为何，心中忽然感觉空落落的，就好像少了些什么。仙女，你吃吧，这个很好吃的。你是故意如此的吗？想叫便叫，为何叫一半又止住了？仙女姐姐，只是我不知你真名，所以还是止不住，下意识的想喊你仙女姐姐。我的名字是江。他们在那，快抓住他们！仙女姐姐，快跟我走！
别跑，敢在皇城里打人，再跑就罪加一的。却不料他的话音刚落，两人瞬间就消失在了那里。呼，仙女姐姐，我还没被他们抓到，就差点被你砍死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你会突然拉住我的手。你这道歉都没诚意。那你想要什么补偿？补偿的话，仙女姐姐你脱下面纱笑一下好吗？我想看你多笑笑。看着虾仁呆呆的样子，江寒希的嘴角不由得微微勾起，正准备抬手解下面纱，突然发现自己的手竟然还被他拉着，还不放手？哈哈，仙女姐姐，这都是误会。哼，再有下次，定不轻饶。说完这句，江寒希伸手便将面纱摘下，放入了神海空间之中。仙女姐姐，还有，我想要看你笑。笑过了。你在戴着面纱时笑的。不行，仙女姐姐，你耍无赖，你就笑一个给我看看嘛。哼，为何刚才你速度如此之快？因为我学会了用胯，只要我的胯迈得够大，那我的速度就越快。等以后我再开个龙脊，必定更快。说人话。因为我学了祖传下来的身法，好像叫什么踏云什么步来着。看到虾仁这副憨憨的样子，江寒希没再过多追问，反正这傻小子也打不过他。仙女姐姐，这糖葫芦有点化了，你还吃吗？想吃你便吃，为何还问我？没事的，仙女姐姐，我不嫌弃你，你吃吧。这傻小子就不想想我会不会嫌弃他吗？仙女姐姐，你该不会是嫌弃我吧？你说呢？哇，这位姐姐你好美啊！你是何人？我乃是师傅，救命啊！臭小子，你丫挺能跑啊！师傅，救我！你笑什么笑？再笑，小心我叫师傅揍你一顿！哇，这位是师娘吗？放下他，咱商量商量呗。你们两个刚好也在这，现在最好乖乖跟我走，不然到时候被抓到，就不仅仅是牢狱之灾那么简单了。张叔，你就放过这个大姐姐呗。丫头，你认识这位女子吗？不认识，但是我喜欢这位大姐姐。你喜欢什么喜欢啊？这是我的大姐姐，你去一边玩去。哼，你什么眼神啊你？我喜欢这个大姐姐都不行吗？徒儿，你刚才叫她什么来着？那必须是师娘啊。哼，敢不把我的话放在眼里？我看你小子是想上天啊！哎，仙女姐姐不要生气啊，她脑子被驴踢过。真以为我不会打你吗？仙女姐姐，你来真的啊！我是不是已经嘱咐过你好几次了？大姐姐，她没事吧？看到这一幕，萧浩周身气势不断攀升，随后竟直接挣脱开来。师傅，师娘，你怎么可以下如此狠手啊？这便宜徒弟不错，脑子转得挺快的嘛。不想让你师傅死，那就给我离远一点。随后感受着虾仁体内的灵力波动，江寒希心中不免产生了一丝疑惑。奇怪，为何他的灵力和当初与自己对战的大帝一模一样？难道他是那大帝的孩子？不过我和那大帝的那一战早已过了万年，他儿子就算没陨落，也不该是这么低的修为吧？看来多半是巧合，毕竟那淫贼大帝是被自己亲手所杀，而且就连他的尸体现在都还在自己的神海空间里面。仙女姐姐，你可以别再让你的灵力乱窜了吗？我快要压不住了。你不要动。仙女姐姐，我压不下去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难不成要我以身相许吗？也不是不行。话音刚落，江寒希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。可恶的大冰块，要不是你一身盛气，小爷直接跟你爆了。哼，起来吧。仙女姐姐，我起不来啊。3、2。咦，我突然感觉浑身有劲了。喂，你这人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？哼，与你何干？再叫就把你屁股打烂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我家师傅又俊又有才，你会不会说话啊？看着眼前这吵闹的一幕，江寒希不禁有些头疼。下一秒，他便闪身离开了这里。你们两个人不讲口德，两个人欺负我一个。张叔，你看你都不帮我，我要回去告诉我娘亲。哟，你这是还没断奶吗？还告诉你娘亲？哼，闹剧该结束了，乖乖束手就擒，马上跟我走。现在要么你们去得到那人的原谅，要么就进去蹲几天。仙女姐姐，你……虾仁转头一看，
发现江寒溪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。见此一幕，虾人周身的气息瞬间就爆发了出来。停，都别吵了！还有你，再敢招惹我，我就杀了你！是我们打扰前辈了，这里向您赔个不是，我们这就离开。话音刚落，张叔拉着那女子立马就逃离了这里。嘿嘿，师傅你也太酷了，气息一出，对面直接就被吓跑了。这个便宜徒弟其实哪都挺好的，就是脑子好像真被驴踢过。不过那女子倒是跟自己这傻徒弟挺像的。娘亲，今天可气死我了！妍儿，这是怎么了？今天我遇到一位很漂亮的大姐姐，只是她身边冒出来了2个讨人厌的男子。这和你生气有什么关系？他们骂我。骂你什么了？他们说我还没从你身上断奶。哎，娘亲，你怎么还笑了？妍儿啊，你是不是也骂他们了？我才没有。好了，妍儿不要闹了，既然你骂了别人，那就要做好别人骂你的准备。还有啊，你是女帝之女，娘以后也不希望你继承这个地位，以后入了小剑宗要努力一些，不可再这么无礼了。娘亲，知道了，我以后注意点就是了。再过些时日便去参加小剑宗的入门比试吧。以你那特殊剑体的资质，注定要去更大的世界的。好的，娘亲。师傅，这是啥？也太苦了吧！不许吐出来，给我咽下去。可是师傅，好热啊！热就对了，赶紧炼化。作为天才，你要是磕了丹药都上不去聚灵境，明天的比试我非把你腿打断，免得上去给我丢脸。敢问哪位道友在此突破？你们是谁？我们乃是小剑宗的弟子，见道友在此突破，心生好奇，便过来一观。现在看完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这位道友可否让我们观摩一番？他的剑气很奇怪，或许对我们有所帮助。这个嘛，道友，这里有50下品灵石，加上这个储物袋，价值也值个100来块灵石了，这可还行？你这让我很难办啊。不过看几位如此有诚意，我便同意了。随后虾人掐了几个口诀，瞬间消耗的周身就升起了一道结界。多谢前辈。感受到消耗身上散发的气息，远处的几人竟有一种血脉被压制的感觉。那边的小姑娘，你过来一下。前辈，我们得回宗门了，便不再多加讨扰前辈了。哎呀，叫你们切磋一下而已，没什么事，主要就你修为最低了。徒儿，既然你突破成功了，正好可以巩固一下。毕竟天才就该有天才的样子，不能越阶而战，算什么天才？他也就聚灵境9层左右。聚灵境9层。好徒儿，你可是天才，要相信你自己。是，师傅，徒儿明白了。小姑娘，不要手下留情，只要不是头部，给我随便砍他。你放心出手，我看着呢。师妹，既然是前辈要求的，你刚好也可以试一下你最近的提升。是，师兄。来吧，在下师傅的徒弟萧浩。你是没宗门可说吗？废话少说，接招吧。不打了。小姑娘，给他往死里打，不要手下留情。师傅，你坑害徒弟啊！对了，别把他的剑砍断了，后面还要用呢。我生气了，这难道是太阳剑体？哼，这次我可不会让着你了。师傅，救命啊！好徒儿，你看这人，不逼一下，你实力就不会在短时间内显著提升。前辈，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？见久久没有回应，几人不禁有些疑惑，抬头一看，发现2人早已消失不见。这位前辈必定修为不凡，我等还是尽快回到宗门，将此事上报给宗主。随着时间的临近，师徒2人终于抵达了小剑宗，而除了他们之外，周围也陆续有人赶来，只因今天正是宗门招收弟子的日子。各位道友，首日比试，聚灵境9层及以下皆可参与，同时各擂台限时人，对战限时1炷香，战至最后1人方可入宗。最终比试的第1名可得1块玄阶极品剑意石，2、3名可得玄阶中品剑意石。玄阶极品的剑意石能拿出此等物品，难道此地与剑宗有所关联？不过反正有系统在，只要一直释放聚灵境9层的修为，最后只拿奖励不入宗门就行了。
毕竟剑宗的名声还是很好的，或许还能借他们之手前往中州。至于为什么要去中州，则是因为他第8世怕再被江寒溪砍死，提前将物品埋在了中州的一处地方。嘿嘿，宿主，新任务来了，寻找万年前所埋之物，奖励10万本源点哦。啊，系统你抽风了。宿主，你能寻到再说，而且你看看奖励是多少本源点，你就应该知道有多难寻了。随着比试的开始，一道道身影纷纷向着擂台奔去，但位于观赛台的2人丝毫未动，反而从储物袋中掏了一张床出来。师傅，你准备的也太充分了吧？还行，你是没见过师傅以前一般都是一边泡灵泉一边看别人比试的。话音刚落，虾仁将系统空间中的吃食缓缓放到了桌上。我也要吃。怎么又是你？怎么了？才过了几天，哥哥现在不喜欢我了吗？谁不喜欢你了？不对，谁喜欢你了？谁是你哥哥啊？众人一看少女那委屈巴巴的样子，纷纷开始议论了起来。停，他不是你的好哥哥吗？那你们互相亲一下，这样子不就能证明了？对，快点亲一个，亲一个。不要！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这女的就是来骗你们的，是个骗子。你欺负我？师傅，要不算了吧？不行，都骗到我们头上了，怎么能轻易放过他？快说你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想吃这些。合着你这么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来吃这些东西的？想吃可以给钱。听到虾仁的话，少女当即从储物戒指里拿了些银两出来。不要银两，要零食。什么？就这些没灵力的吃食，你竟然要零食？你就说你吃不吃吧。吃，我吃，但是我没零食了，我拿这粒丹药行不行？哟呵，竟然是下品断体丹，这可比零食贵多了。没想到这是个富婆啊！这是什么啊？怎么又苦又涩的？你笑什么笑？信不信我打你？你敢？我师傅可是在这里呢。哼，就知道躲在你师傅后面。这2人真是一对冤家啊，就跟自己和大冰块一样，总是莫名其妙的遇见。此3人倒是真性情，随心所欲。哼，死老头，你横什么横？一天天就知道哼的。此3人毫无礼数，这般公众场合之下，莫不是故意为了引人注目？如果3人其中的2位天赋很强呢，你又该怎么说？就算他们里面有人乃是前10的太阳剑体，此般无礼数之人，我也照样看不上。那就好。臭小子，你说让你上去的话，你能打得过吗？切，我上去分分钟秒杀他们。是吗？好徒儿，那为师满足你。师傅，你又坑徒儿啊！喂，你不要你徒弟命了？咋了？心疼你家好哥哥了？哼，谁心疼他了？那你就不要叫，你还吃不吃？不吃我就收起来了。吃，我下一场再上场。你也是来参加比试的？嘿嘿，那当然了，本小姐可是很强的。是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可就先上了。哎，他不是结灵境吗？怎么也上去了？我不想伤到你们，你们认输吧。感受到虾仁身上散发的气息，擂台上的几人瞬间一哄而散，只剩下一个巨灵境9层的人还站在原地。还不认输吗？你要是认输的话，咱们也就不用在这耗着了，直接叫裁判来开结界就行。哼，虚张声势，一直释放气息却不出手，就算你是巨灵境9层巅峰，我也未必不可一战。哟呵，明知不敌却仍要死战嘛，有点意思。废话少说，接招吧。哎，都说了不想伤到你，怎么就这么倔呢？虾仁，你又骗了我一次呢。怎么回事？咋感觉浑身凉飕飕的？不对，难道说……虾仁慌忙对着四周扫了一圈，发现并没有看见江寒溪的身影，这才放下心来。看来是自己想多了，毕竟以大冰块的性格，估计早就离开这里了吧。喂，你欺负人，你竟然……你再敢叫，我等一下当着别人的面把你的屁股打成8瓣。哼，真是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看你家好哥哥去，不要嗷嗷乱叫。哼，
要不是娘亲为了让我独立生活，不肯派高手护着我，我才不会怕你呢。不过那傻小子好像才聚灵境1层，对面那人都5层了，他这回不被打成猪头才怪。嘿嘿，到时候我一定要好好嘲笑他。现在就剩下你了，我劝你还是趁早认输吧。哼，不过是聚灵境5层罢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师傅早就说过，越阶而战本就是天才的必修课。还有那边的老处女，你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，我今天是怎么赢下这局的？你才是老处女，你全家都是老处女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不行，我也要给他想个外号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场上的消耗不仅没被淘汰，反倒是两人都受了不轻的伤。而位于观赛台的两人看到他那惨烈的样子，心中也不免产生了一些担忧。裁判，他认输了，快让他下来。旁人无权决定他们的输赢，你放心，一旦他们出现致命伤，我自会上前阻止。师父，越阶而战乃天才的必经之路，这不是您一直教导我的吗？今日您且瞧好了，您的徒弟肯定是天才。卧槽，自己是不是给他洗脑的有些严重了？小子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别到最后宗门进不去，反倒把自己弄成个废人。哼，你既然害怕了，认输不就行了？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去死吧。死的该是你才对。够了，你们的伤势已经无法再继续战斗了。你先恢复一下，然后拿着这令牌入宗便是。多谢宗主。聚，你小子很不错，可愿入我剑宗？这个嘛，我得先问问我师父。这样也好，不过我得劝劝你，入我剑宗绝对比跟着你师父修炼更甚。而且你应该听过剑宗的大名吧？大陆第一宗门便是剑宗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如果我师父不同意，那我是不会入宗的。不错，重情重义，我剑宗需要的就是你这种人才。去吧。师父，我回来了。你没事了？关你屁事，老处女。哼，我不理你了。好徒儿，快让为师看看，你的伤都恢复好了。师父，这些伤就是他给我恢复好的。上面那人还说要让我入他们剑宗。那你就入呗，本来就是要你入这小剑宗的，而且这小剑宗乃是剑宗的分宗，入宗之后你也能更快提升自己的修为。是，师父，我明白了。随着比试的进行，很快就轮到了楚妍儿登场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她竟拥有太阴剑体。死耗子，姑奶奶我厉不厉害？厉害厉害，你最厉害了。扶我一下。你事真多。喂，死耗子，你温柔一点不行吗？活该你没道侣。太阳剑体和太阴剑体，他们倒是有缘，不过他们的关系好像有点不对付。那小子一点都不知道关心妍儿啊。